王林目送大牛夫妇离去，感慨时光荏苒，大牛已步入中年。他意识到生死是世间常态，决定继续留在四派联盟，因为他的目标是夺得那鱼鼎。鱼鼎对联盟是祸端，也是宝物，对王林来说是修真契机。他感到天地灵气不再纯净，鱼鼎对化神修士至关重要。他需要更纯净的灵力，但五行难以收集。王林决定在雪域修士与四派联盟战争时夺取鱼鼎。他找到一处雪峰，用镜幡隐藏自己，准备加快化神的进程。1年后，大雪渐小，四派联盟国境内被冰雪覆盖，大量凡人死去。四派分成2派，一派想躲避风头，一派想反抗到底。一天，天空裂缝中散出寒气，一位白衣女子出现，她一指地面，裂缝扩散，阵法破碎。雪域修士纷纷出现，四派联盟修士却未现身。女子一指，雪域修士杀机大起，化作白光降临。但四派联盟境内升起4道光柱，幻化出上古野人，冲向雪域修士。四派联盟拿出镇派之宝反击，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家园。这是一场死战，除非一方全灭，否则战斗不止。白衣女子宣布，这里将成为雪域修士的新国址。雪域修士吼声震天。王林在雪峰下，他的神识探查，发现女子的五彩之光化作5个分身，而天逆珠子在颤动。王林意识到这是五行之灵，但他也知道女子修为高深，不是他能对抗的。当五行之灵显现，白云宗的干瘦老者突然飞起，拖着锁链和黑岩冲向战场。水灵化作清水，紧随其后。其他3灵分头飞向四派，火灵则化为火焰，迎向野人。雪域修士们选择各自的目标，展开杀戮。冰雪的寒气对四派联盟的修士是致命的，对雪域修士却是力量。周围的邻国为了防止战火蔓延，派出修士包围四派联盟。野人在战斗中展现出强大的力量，但对火灵的火焰感到恐惧。火焰虽热，却不影响地面的雪，反而使得风雪更加狂暴。一位白发老妪在雪域修士中施展咒语，使雪原升空结冰，他的元婴融入其中，变成冰雪巨人。其他修士也纷纷制造冰雪巨人，与四派联盟的修士交战。战场上空，白衣女子冷静地观察着战况。在水墨门，铜鼎上的老者与精灵的战斗异常激烈，老者利用铜鼎的符号与精灵斗法。整个战场混乱而激烈，双方都在为胜利而战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青木崖的黑色淤泥与木灵交战，其黑芒对雪域修士致命，木灵也难以应对。黑魂派的年轻人与土灵对战，他的毛笔似乎有自主意识，令土灵感到威胁。目前战场上尚未出现大量化神高手，四派联盟的化神修士正观望，等待机会。王林发现战场上的尸体迅速变成冰雕，并沉入雪中，伴随着法力波动，这让他感到不安。他决定探索地下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溶洞，里面满是人手蛇身的冰雕，这些冰雕吸收了战场上的尸体。王林怀疑这些冰雕背后有某种规则，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他回到地面，用传音预检联系周武泰，告知自己的发现。这时，一个被火焰烧毁的野人向他扑来，王林使用水幕阻挡，并瞬移逃离。白衣女子红蝶在半空中感知战斗，她施展法术，使得裂缝形成巨大裂缝，冰雪塔降临，揭示了雪域国化神期修士的介入。冰雪塔的层数象征着修为，4座高塔代表化神后期。四派联盟的化神修士通过阵法显现，包括白云宗的文士和老妪，但青山老者缺席。四派联盟的大长老准备迎战，咒云修士试图确认红蝶身份，但未得到直接回答，双方随即交战。化神修士的战斗极为激烈，法术神通强大，低阶修士难以承受。战斗分为地面和空中2部分。王林在雪峰内观察，注意到化神修士的战斗范围广泛。红蝶再次施法时，9个光点出现并连接，形成9个虚幻之影，包括青山老者。这场战斗是王林见过的最激烈的一场。他仔细地观察着化神修士们的战斗方式和法术神通。突然，红蝶的法术被9个突然出现的虚幻之影打断。这9人中包括了掌握岁月意境的青山老者，他们的出现预示着战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红蝶面对突然出现的9个虚幻之影，脸色一沉，迅速拿出宝扇反击。他一扇之下，羽毛化作青烟，但9人坚韧不拔，合力攻击。红蝶虽奋力抵抗，但四派联盟的杀阵已启动，他最终不敌，被击败。9人虽胜，但也受到重创。雪域化神修士见状感到愤怒，但并未失去斗志，反而更加疯狂地投入战斗。王林察觉到雪域修士的情绪，开始怀疑红蝶的真实身份一定不一般。地面上的7彩光柱升起，构成巨大阵法。修士们全力维持阵法，使得天云山脉化作苍龙。周武泰站在苍龙之上，准备操控苍龙参战。苍龙的龙啸声振奋了四派联盟的修士，决战的号角吹响，更多修士加入战斗，与雪域修士展开激烈争夺。王林在雪峰中感到不安，决定采取行动。他注意到5行土灵被黑气包围，快速飞来，后面跟着一个闭眼的年轻人，手持毛笔，不紧不慢地追着。
亡灵悄然离开雪峰，准备拦截土灵。随着距离的接近，亡灵使用瞬移出现在土灵的必经之路上。他使用黑印释放煞气和残魂，布置禁制，准备陷阱。土灵到来时，亡灵喷出一口鲜血化作血雾，周围的黑雾和禁制立刻激活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牢笼，困住了土灵。亡灵知道自己无法与土灵对抗，计划只是阻拦一下，等待年轻人的援助。土灵试图冲破禁制，但亡灵的禁制和禁幡虽然受损，却成功的困住了土灵。就在土灵准备第3次撞击时，年轻人终于赶到，他的毛笔一点，土灵立刻发出惨叫，身上的黑气疯狂涌现。土灵萎靡不振，但仍不甘心，在神秘年轻人的协助下，他成功的将土灵收服。为了脱身，他假扮成云天宗弟子，借助岁月意境的力量，逃过了年轻人的追捕。得到土灵后，亡灵发现天逆珠子的土属性已经集齐，距离5行圆满只差2步。但突然间，地面震动，地下的冰雕破土而出，组成了巨大的人手蛇身图案。这些冰雕升空并融化，随后深蓝色气息扩散，将接触到的一切都冻结。亡灵意识到情况不妙，迅速逃离现场。他目睹了裂缝中出现的蛇身人手怪物，他的深蓝色气息具有极强的冻结能力。亡灵担心周武泰是否已经采取行动，他一边逃离，一边思考对策，面色凝重地注视着天空的变化。周武泰驾驭着苍龙，勇敢地迎战人手蛇身的怪物。苍龙的力量似乎不受深蓝色气息的影响，他勇猛地向怪物发起攻击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冷的声音打破了战场的紧张气氛，一个女子的声音请求朱雀国的使者出手。随后，一位穿着白色帆衣、长发飘逸的女子优雅地走出裂缝，她的美貌和气质让人难以忽视，显然不是普通人物。女子一现身便迅速召唤4灵，却发现5行之灵中缺少了一个，她的眉头微微皱起。红蝶的先天5灵与她的命运紧密相连，他们在她出生时自然凝聚，守护她一生。5灵的实力随着红蝶的修为增长而增强。红蝶的师傅牺牲了自己的修为来推算红蝶的命运，发现红蝶是先天为5灵之体，只有经历一次劫难才能成为真正的5灵体，从此修道之路将一片平坦。红蝶的师傅无法算出这一劫的具体因果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在一次卜算中意外地发现了红蝶劫难的线索。因此在大战前，他让红蝶将5灵交给师姐，让师姐带领全国修士进军4派联盟。这一切正如红蝶师傅所预料的那样，师姐代替红蝶应劫，红蝶的劫数得以解除。然而当红蝶发现5灵少了1灵时，他内心感到不安。他身后的8人中有7位是雪域国的大长老，他们一直贴身保护红蝶。另一位穿着黑衫的中年人，面色蜡黄，一副病怏怏的样子，他是朱雀国的使者。中年人出手对付苍龙，轻松地取出了苍龙的血脉，使得周武泰受伤，苍龙失去了龙魂，化作山峰从空中落下，象征着4派联盟的灭亡。人手蛇身之兽降临后，红蝶站在其头顶，指挥他喷出深蓝色气息，这气息迅速扩散，将所有修士化为冰雕。亡灵见状，立刻使用草帽法宝，全速逃离，他的方向是周武泰被抛出的位置。亡灵在逃离过程中发现周武泰并未身亡，只是昏迷过去，他迅速摘下周武泰的储物袋，发现鱼鼎就在里面。就在他准备逃离时，一位白衣老妇人出现，亡灵立刻释放出魔头进行自爆，借此逃脱。老妇人紧追不舍，亡灵再次释放出所有魔头，并利用元婴期傀儡自爆，同时利用极尽红芒攻击老妇人的识海。老妇人虽然成功抵挡了傀儡的自爆，但红芒的攻击让她瞬间迷茫，使得她的冰盾消散。亡灵趁机逃离，老妇人在恢复神智后面色大变，立刻回到冰雪塔内准备离开。